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森叔叔。上一集是叔叔介绍我刚好去工作，然后有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个养水缸。那今天我就想到说，养水缸下来之后，现在很多人是只是利用调节阀的方式，把水打开，就让水直接流出来嘛，那用这个调节阀来控制每一个缸子，让它加水的作用。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另外一个，因为时间就是钱，那也就是现在大家都时间宝贵啦，所以呢，这个很方便，就是它叫做止水浮球，很小颗，跟手掌一样大而已，跟手掌一样大而已。那这个很方便呢，直接在去虾皮或者是有些水族馆也都找得到，上网找一下，这叫小颗的止水浮球。今天教大家怎么去使用这个东西，稍微把它组装起来，注意的细节是什么？那止水浮球啊，记得要买这种，看得到吗？这里有一个螺丝，它这是不锈钢螺丝，不会生锈的。这种东西我们就用那个柔赖把，十字的，把它松开就可以调整这个地方的角度。你要调高一点，就是像这个就会调比较高，那补水的位置就会比较高啊。那像这个就会调比较低，那两个就有差异了，起来的水位就会不一样，所以它可以用这个地方来控制我们的鱼缸的水位，你要加到多高或者多低，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方便，看你个人去调整你的高度。那第二个点就是这种止水浮球啊，它有非常多的种类，那一般我个人用的是便宜啦，就是注意这个是不是不锈钢而已。然后呢，它的架子也有分啦，架子有分很多种，有些是塑胶的，有些是一体合成的，都是一体合成的。比如说，来大家去看一下，看得到吗？这两个，一个像这个比较像塑胶管的，这个比较像亚克力的。那我觉得它价位都差不多啦，价位差不多。然后它的结构呢是靠后面这一只。后面这一只螺丝往前转的时候，它可以把你的缸，就是你的缸子后跟保，它是去帮你固定的，也不会转紧之后，它会帮你夹住，就是夹住之后，但是呢，我要讲的地点就是锁这个的时候非常注意，因为我看非常多朋友把这个东西锁到这里硬吹下去，因为它毕竟它还是塑胶的，硬转。它到最后会被钉开，结果这里就裂掉了。裂掉之后呢，可能某一次的晃动，它就弹开，那就淹水了，家里就淹水了。这是一个第一个细节，这个蛮重要的。紧就好，你都转，感觉紧了，往上拉一点，拉不起来，这样的力道就好了，不用太紧。我用了2-3年，没有遇过断掉过，但是我非常多的朋友都会锁到断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今天才可以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注意的第一个点就是锁的地方。好，那第二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买到的止水浮球啊，有些它会有橡胶垫，止水垫，那有些没有。这个是刚刚我不小心把它缠上去的。有些会有这种橡胶的止水垫，看得到吧？那有些是没有的。那不管有没有，我都会建议大家去买这种止泻带，然后把它缠的3圈或4圈。如果你的止泻带有分好坏啦，厚跟薄，如果你买到比较厚的，那也就缠了3圈。那记得在传的时候是逆时针，然后我们大拇指第一个动作，先压我这样子，大家看到吗？我看不到。我们先用大拇指拿着这个。我们要转的这个东西，压着之后，然后呢，止泻带的地方是逆时钟转的，逆时钟就是这样转，大概3圈，3圈之后把它扯断就好了，扯断之后用大拇指我们把它推一下，把它推密一点，记得
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前2牙至3牙不要去缠，前2牙至3牙不要去缠，因为我们等一下锁进去的时候啊，我们等下锁的时候，它会锁到底部，所以呢，前2牙不要去缠到止泻带。为什么？重点就是在这里。等一下我们入牙的时候会非常的好入牙。如果你缠了之后前面变很胖，你就不好入牙，那也不好入牙，你就不好转上去。那我这里是这样转下去，好。那另外一个点就是说，为什么刚刚提到就是这种有止泻的也要缠？其实它设计是不用缠啊，但是这种橡胶哈，它如果你锁过头的话，它这个止泻橡胶它会变形，锁不够一样会漏水。好，那你缠了止泻带之后，比较不会有这种问题。好，你锁过头，就算它变形了，它也不会漏水。如果你锁不够了，止泻带会帮你加压，这样的效果。还有这个东西久了，它会氧化，氧化之后也会漏水。所以呢，我个人建议就是止泻带比较好用。对，刚刚角度也调过了，那止泻带也会了。那再来就是安装的部分，就是它安装并不困难。我们通常要先把它来的时候，通常会这样组好了啦。哦，它来的时候，其实如果没有组好的话，我们就是记得就是把它穿进去哦，因为夹的地方在这边，穿进去之后呢，它会有个固定螺帽，就是从上面锁下去之后，我们再来加刚刚的这里的作用是让你调整你的角度，比如说你喜欢你的鱼缸角度哦，你可以调角度的哦，调好角度之后，我们再把它锁紧。锁紧了之后，我们再上我们刚刚缠好止泻带的这个东西，这样子。哦，因为我们只有前2牙，刚刚说过这个前2牙不要缠，我们就比较好入牙，而且比较不会跳牙。如果你全缠的话，它很容易跳牙。跳牙之后，因为这是塑胶的，跳牙之后你硬锁下去，它牙就崩掉。崩掉之后几乎就毁了，你可能就要买一个新的。那所以呢，这里我要跟大家讲个细节。好啊，止泻带传染你觉得紧就好了，不一定要硬吹。你觉得到了，蛮紧的，然后角度也到了，哦，不用硬吹。啊，硬吹它也会，就是吹到最后发现，已经到底了，结果角度不是你要的。所以只要到达你要的角度之后，你觉得它有点紧就可以了，就停了。好像我个人喜欢把这个进水跟出水同一个方向啦。那每个人喜欢不一样，有些人喜欢这样子，有些人喜欢这样子。好，这个角度也由你自己去做调整。那再来就是下一集，因为时间我觉得蛮长了，所以下一集呢，我来分享就是说怎么把它安装到我们的系统缸上面来做，就是螯管的衔接等等。好。那你们再等我一下，我再重新拍一期，把它装到我们的系统缸。因为我发现非常多人系统缸都只有装这样子，就是配管下来，羊水缸下来就是这样子的管子，然后只有把它打开，那就水就泄下来。但是如果以后未来我们有了这个东西，那是不是打开之后，我们的人不用顾，就可以让它放心的让它去慢慢加到我们的水位，那就可以非常的省时哈。那就先这样子咯，拜拜！记得观看下一集。那没看到的，记得按订阅，不然下一集新影片你收不到哦。拜。